2024年，我又见到了埃及的热心房东 Ahmed， 还有他的很多朋友。没错，我今年又来了。去年在埃及短短的20天，感觉没有玩够，这次想深度体验一下这里。这次呢，我将在埃及旅居3个月，给大家带来更多埃及的有趣体验。刚到埃及就来到了这熟悉的民宿，这是我去年住的民宿，也就在这里认识了这位热心的房东 Ahmed。很多都和之前的还保持一样啊，各种家具什么的。有点不一样的，这个床铺现在换得更干净了，在铺这种白床单、白毛巾和白的枕头。我上次来的时候是这种，他家的这种传统的毛毯呀，还有被单。现在换这个白色之后，看着就更干净了，盖着更舒适了。这绿植也都活过来了，上次来的时候半死不活的这些，我在这养，在这个2楼，然后这些绿植感觉有点危险啊，风一刮什么的，这倒下去可是要人命的。外面的还是和以前一样，这个战损版的楼。哎，大家看到上面那个小盆子了吗？那个是一个鸽子窝，本地人非常喜欢养鸽子。上次我给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裸露的电线箱，现在也修好了，看着安全多了啊。这次住的这个公寓，Ahmed做了2件事把我感动坏了。当时事发太突然了，我压根没有准备，然后就没有拍，然后给大家在这里讲述一下。因为当我买好去埃及的机票之后，我一看他那个房间只有我落地当天是空着的，后面几天都被预定了，所以我就想着先订1天吧，之后几天再找酒店住就行了。然后就告诉他我要去。在我入住之后，Ahmed告诉我后面几天预定的人正好都取消了，然后他就把那几天都关闭了，说让我免费的安心住在那里就行了。我当时非常不好意思啊，我说这不行，我必须得给他钱。他一再拒绝，说我是他的朋友，来这住免费住是应该的。好吧，那我就盛情难却，就说行，我就住2天，之后我再去找别的地方。然后Ahmed又掏出20美元现金给我，说让我拿着，待会有用。我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必须得外国人用美元支付才行，我就先拿着了。然后我收到之后，Ahmed就说这是我第1天预订那个爱比营房间的房费，确实是正好20美元。他说我是他的朋友，他不想从我这儿收任何钱。我听了之后又吃惊又感动啊！我赶紧把这钱塞给他，我说不用给我，你让我在这免费住，我已经很开心了。这个钱无论如何你得收下，我不能再拿了，我心领了。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因为我刚到埃及那天，其实埃镑的汇率啊贬值的非常严重，每天那个汇率都在降，所以本地人在当时非常缺美元的。即便这样，他还没有给我等额的埃镑，而是给了我美元。就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不想收我任何钱。当然这次我也不是空手来的，我给他带了杭州有名的一个折扇。没想到他也在公寓房间里面准备了一个小的埃及工艺品，我俩也算是心有灵犀了。这是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店铺。这个咖啡店就是我跟阿赫麦第一次畅聊的那个店铺，我们又来了。只不过不同的呢是这次我来的比较早啊，现在我们是2月中旬，2月中旬冷的不行，晚上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晚上现在只有10度左右。太冷了，我穿了2件，我这次就带了2件外套，全都是薄的那种运动外套，我就全穿上，然后不行，还是太冷了，用阿哈麦德借了个棉外套先抵御一下，要不真的在这坐不住。阿哈麦德他也怕冷，他都把那个秋裤都给穿上了。埃及人穿秋裤，我是真没想到。What time will this store will have to close? Never close for 24 hours. Okay. Shit. 这个店24小时开啊，有点厉害。埃及让我比较吃惊什么，就是这夜生活简直太丰富了。去年来的时候，我以为那是因为斋月，他们白天不上班，白天不吃，所以晚上开到很晚才吃。结果这次我来了之后发现不一样，这店真的到12点全都开着，然后这边很多人在走，在排队买吃的。12点排队买吃的，你能想象到吗？挺凉的，然后晚上这样人很多，大家就裹着棉袄出来，然后在外面聊天、打麻将。啊，不是聊天、打牌、看球、抽烟，就是变成一种本地人的生活方式了。我真的喜欢晚上出来活动。我刚才说办电话卡，我发现那个我以为我晚上8点钟来办不了电话卡，结果我一搜市区电话卡店，全都晚上11点才关门。哇，真是离了大谱了。然后他们早上是10点钟上班，就稍微来说晚一点，但是这个时间我觉得真是也是挺离谱的。大家可以晚上的时候就来这种咖啡店坐一坐，感受一下本地人的生活。我们久别重逢，聊了很久，
因为埃及的货币这2年连着贬值为原来的1/4，但普通的工资又涨得很少，相当于变相降薪了很多。所以艾赫迈德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全职在做爱彼迎的这个生意了。他打算再租几个房子，装修好后再挂到爱彼迎上继续出租。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有些粉丝朋友去年看了我和他的那期视频之后，也来预定了艾赫迈德房源。艾赫迈德也向我和粉丝们表达了感谢。我也问了大家最近非常关心的问题：巴以冲突对埃及旅游有什么影响？是否安全？他说埃及现在的安全性没有什么变化，也不用担心，而且埃及政府不太想参与战争，所以说在城市里面旅游还是非常安全的。就是现在埃及所有人都在支持巴勒斯坦，抵制美国货，比如不去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不喝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饮料。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艾赫迈德也一直在忙着打电话转账。原来是艾赫迈德的爸爸患有一种慢性病，他有个病友群，里面有很多加沙的人，因为药品在加沙地带非常的贵，所以很多埃及的病友就会筹钱捐助给加沙的朋友们。因为转账到加沙的流程是比较复杂的，他们又不敢轻易相信别人，所以艾赫迈德就经常帮助他的爸爸和其他群友将善款一笔笔的转给在加沙需要帮助的病友们。这次我还注意到艾赫迈德车上也涂装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标语，我坐上车时他还给我系上了巴勒斯坦的腕带，他是真的在用行动表示自己对巴勒斯坦支持。我还看到车尾豁了一块，原来是之前一个外卖小哥骑摩托车撞的，但他看那个小哥的摩托车很破旧，可能维修就需要3000多埃镑，这大概是这个外卖员3个多星期的工资了，他于心不忍就没有让他赔，他也没顾上修了。之前我对艾赫迈的认识是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埃及朋友，没想到时隔1年，他再次用实际行动给我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感动。现在我是真的挺佩服眼前这位善良的埃及朋友的。这次我还看了艾赫迈德正在出租的另一个公寓，有点超乎我的预期。这个公寓位于市中心，距离解放广场只有几百米，日租只要220元。It's necessary with the. Oh, okay. 看看这个房间啊，其实艾赫迈德他还有另外一个房间的，就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房间，厨房非常宽敞，里面东西一应俱全。这有个客厅。Very nice。这里还有很多这种小玩具给孩子们玩的，然后这边是主卧了。在这里直接可以看到那个萨拉丁城堡啊，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这是。哦，哇，这个卫生间很干净啊！艾赫迈德墙上贴的这些画作，他说也是可以卖的，埃及本地的艺术家画的。如果喜欢的话，可以问问价格。我上次来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没有准备好，然后我这次来，艾赫迈德说这个房子挺不错的，我就来看看，没想到超出我的预期啊，比那个网上的照片要好看很多，而且非常大，220多块钱住这样的房子1晚上，太棒了！就如果你有朋友来，真的强烈推荐去订这个艾赫迈的房子，大家可以扫这个屏幕上的2维码去看看他的房子，提前预定一下，订的天数越多越划算啊，很不错，很不错，比那个小房子好太多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本期呢是埃及片的第2季第1集，感谢艾赫迈德让我这次的埃及旅居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欢迎大家点赞投币一键3连，之后我会给大家来更多有趣的埃及生活体验。我是小飞扬，点关注，我们下期旅行继续。